家好，今天应该是平安夜啊，就是 Christmas Eve， 对西方来讲啊，是一个最重大的节日啊，而且它跟新年连成一块儿，所以大家在祝愿的时候呢，都会说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。所以我也在这边呢，祝我的亲友们啊，平安幸福，新年快乐。今天虽然是一个阴天啊，最起码呢，大部分时间应该天气预报是不下雨的，所以虽然气温比较低啊，大概3、4度这样子，我还是决定出来骑行一下啊。因为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，就发现街道特别的安静，就好像整个城市还在沉睡之中一样啊。我的亲戚就告诉我呢，这就是圣诞节假期当中啊，基本就这样，就大家把手上的工作都放下，静静的享受啊这个节日的各种气氛和家人团聚。当然也有很多人呢集体出游啊，就跟我昨天在加油站看到的，其实很多人呢他们是开车外出的。如果到了明天呢，我相信啊，更会看到很多与往日完全不同的景象啊。就你如果在圣诞节外出的话呢，基本上啊，除了一些生活必需的超市以外啊，几乎所有的店都在打烊。因为我在30年以前，那个时候有机会去英国伦敦，我们是从日本那边过去的。原本以为呢，圣诞节它就是一个欢乐的节日啊，起码在日本就这样，非常热闹，
整个城市啊，装点的就是那种产生激情的种种布置啊，年轻的男女们呢，大家频频约会啊。如果你在圣诞前夜找不到合适人约会的话呢，这在当年的日本人的年轻人的心目当中啊，是一件比较沮丧的事啊。而那个时候啊，对于宗教、节日、东西方文化啊，完全处于懵懂时期的我们来讲啊，我们以为圣诞节呢就是一个这样的快乐的节日啊。谁知道到了真正的西方，才让我们第一次感受到啊，原来圣诞节是一个非常安静的、注重家庭团聚，甚至对于很多信教的人来讲，是他们去教堂会教友的这么一个日子啊。所以回想当年在圣诞节的那天，我们去到伦敦的市中心，结果真是扑了个空，让我们满眼疑惑啊，就所有的店都是关门状态。所以那个是第一次啊，让我们受到这种文化冲击的那一刻啊。如果在扬为己用的东方文化里面啊，现在这个圣诞节啊，更多的不是一种信仰，也不是对西方的文化的崇尚，更多的呢是商家的促销制造的一种欢乐的氛围。虽然在西方的商业大道上啊，也是可以看到很多的圣诞的装饰。去到无论是多伦多还是温哥华的 downtown 啊，在很多的 shopping center 里面，也是树立着张灯结彩的圣诞树，以及圣诞老人骑着鹿车的种种传说的装点。所以我觉得呢，就把它当成一个大家开心的节日啊，有更多的这种节日的气氛。因为呢，过节符合普通人的心愿啊，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啊，能够不但给自己有个喘息的休息日啊，还有更多呢可以抒发自己情感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啊。虽然每个人对这圣诞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啊。我骑着骑着呢，就来到了这个 Burnaby South 这个中学了。
我们经常呢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社区啊，就不是每个社区都让你感觉非常的整齐划一啊，甚至有一些社区呢给你感觉高雅，甚至高级感啊。但其实无论到哪个社区啊，以我在加拿大这边走访的一些普通社区而言呢，往往最好的建筑物就是他们社区附近的学校啊，还有呢就是他们的社区文化中心，一些其他的设施。如果再往大一点说，如果去到一个小趟，或者去到一个比较热闹的中心，那你就会发现有不少的医院，当然肯定也包括一些商业的设施。而普通人的生活呢，其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简单，但是呢，他们也有足够大小的住房，很多人家呢都保持着一种独立的住房的这种居住的环境啊，无论大小呢，都会有一个前后小院，屋里呢肯定也会满足最基本的生活的设施，但其实呢，也就是普通人家而已。就这个街区呢，就是有这么多的普通人家组成啊，而他们的中心点呢，可能就是每个社区都有的教堂，应该随处可见啊。这个可能是新教人的一种精神寄托，我觉得也是让他们生活的比较平静啊，或者内心保持着一份纯真的一种文化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觉得有些难以理解啊。就是我们东方人看来，这种让人感觉有些寂寞的生活，他们是怎么能够日复一日啊，年复一年的享受这样的寂寞？这些吧，我觉得只有在东西方文化这样的环境当中，都生活过的人，都感受过人呢，才会有深切的体会啊。11, 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.
今天骑行在街上啊，真是感觉到寒风凛冽啊。真的有一种进入到冬季的感觉了啊！其实今年呢，应该算是一个暖冬了。到目前为止呢，气温都在0上啊，而往年呢，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很冷了。好了，那我今天就在这边掉头回去啊。
这个地方呢，好像有很多的这种社区中心啊、老年公寓啊、小孩的活动场所啊等等的设施啊。每次在这边骑行呢，都会找一些没有骑过的小路啊，就看看边上这些房子，从这房子的变化，也可以感受到这个国家发展的一些轨迹啊。就从以前的很老式的尖顶的房子，以前呢这种房子小地大啊这样的建筑风格，到现在呢，大家纷纷啊在自己的地上尽可能的起大屋，增加住房的面积，
更多的享受生活的乐趣啊，这也是人之常情，这也是人类发展带来的必然的一个结果吧。骑着又来到了这个伯纳比绍市的学校了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公立学校。
好，我又看到前面 SkyTrain 了，从这边回去。又回到了这条骑行道上了啊，前方的离住所不远了。今天天气很冷啊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坚持骑行，把它变成一种习惯啊，不管这个天气变化如何，让这个天气适应人的身体，而不是相反。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天气尽量呢都到外面活动一下，让自己的身体呢保持一种活力，同时呢也是一种习惯的养成啊。我觉得这就是我骑行的意义所在吧。所以我骑行的出行的标准呢就取决于下不下雨啊。只要不下雨呢，我就会把这一天当作一个好天气。
好了，今天的帽子沿海的骑行啊，就到此结束吧。我们改日再见，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，拜拜。